最新进展，俄 A50预警机已被部署前线，未来哪3种战争情形最有可能发生？为何乌克兰分析师称结果将于2014年有很大变化？敬请关注本期节目，了解详情。备受关注的俄乌局势日前进一步升级。据悉，近日至少有2架俄罗斯 A50预警机被部署到了俄罗斯的西部边境地区。除此以外，俄罗斯军方还做出了其他相关的正面部署，大有大战一触即发之势。对于目前这种局势，不少分析人士认为这是乌克兰咎由自取。我们知道，对于俄罗斯来说，战争并不是解决乌克兰问题的最好方式，因为鹬蚌相争的结果往往是渔翁得利。在俄乌这场潜在的冲突中，从中渔利的必然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这种情况是俄罗斯不乐于看见的，但是在美国撑腰下的乌克兰似乎有些膨胀。乌克兰总统泽连基斯对外宣称，乌军已经做好随时向乌东地区发动进攻的准备。此令一下，似乎直接将局势推向不可挽回的境地，这也直接激怒了俄罗斯。众所周知，对于俄罗斯而言，乌东地区丢不得。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一步步地挤压俄罗斯的生存空间，而乌东地区就是俄罗斯与北约间现如今仅存的缓冲边界。一旦乌东丢了，这也意味着北约势力将直接压迫到俄罗斯门口，所以这一地区对于俄罗斯的重要性也就可想而知。从这里我们也可以明白，所谓的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冲突，本质上是北约与俄罗斯间的冲突。但事实经验告诉我们，一旦俄乌真的发生冲突，北约很大几率只会停留在口头上的支持，也就是说，乌克兰这个炮灰是当定了。目前有消息称，住在顿巴斯分离主义地区的家庭正在迁往俄罗斯，这似乎再次印证了该地区爆发战争的现实可能性。基于此，国际专家图卡预测了顿巴斯战争的3种可能情况。其一是俄罗斯目前在顿巴斯地区附近的部署，只想展示实力，强调的是威慑作用，目的是推动关于顿巴斯地区的新一轮谈判。其二是局部战争，俄罗斯向该地区发动实质性的进攻，但不会越过乌克兰边界，以达到让乌克兰吃点苦头，最终促进谈判的目的。而第3种情况是最糟糕的一种情况，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全面进攻，最终目的是在两军分别控制的争议地区间建立走廊。从以上3种情形的猜测中，战争结果的最终走向也仅仅是取决于俄罗斯为何而战，而乌克兰在这场可能战争中的表现似乎一点也不重要。就连乌克兰的分析师也表示，在武器和军事装备方面，我们不如俄罗斯军队。如果顿巴斯再次爆发重大冲突，与2014年相比，情况将会发生很大变化。中国海军辽宁舰与美国海军军舰近距离接触，歼15盘旋美军附近上空，为何敢靠这么近？敬请关注本期节目。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海军在我国周边海域的活动越来越放肆，一直在不断地做着挑衅我国的举动。对于美国海军的挑衅行为，我国不但没有感到畏惧，反而还做出了相应的对抗手段。不仅如此，我国海军的航空母舰编队也在美国海军面前大秀了一把军事肌肉，也让美国海军惊叹了一把。近日，我国海军的辽宁号航空母舰进行了一次训练，然而令人没想到的是，就在我国海军辽宁号航空母舰在训练时，却遇到了不速之客。据了解，这位不速之客就是近一段时间一直活跃在我国周边海域的美国海军。然而面对美国海军，我国辽宁号航空母舰并没有受到他们的影响，依然在进行了相关的训练。值得关注的是，辽宁号航空母舰的一架歼15舰载战斗机降落在辽宁号航空母舰甲板的画面被美国海军所拍摄了下来。根据画面，我们看到中国海军的歼15舰载战斗机在美国海军驱逐舰附近的上空盘旋了一段时间后，平稳地降落在了辽宁号航空母舰上。通过美国海军所拍摄的这段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辽宁号航空母舰很有可能已经具备了战斗力，歼15战斗机的起降熟练度已经非常高。不得不说，中国海军的实力确实有了非常大的提高。正因如此，我们才有底气在美国海军面前大秀肌肉。然而，就在这段视频公开了之后，有不少网友开始为辽宁号航空母舰感到担忧，甚至有人直接说道，中国航空母舰与美国海军驱逐舰这么近，如果开战的话，它无疑会成为美国海军优先攻击的对象。难道中国海军不怕吗？辽宁号航空母舰为什么敢与美国海军军舰靠得那么近呢？对此，有军事观察人士给出了见解。
据军事观察人士分析，中国海军的辽宁号航空母舰之所以敢和美国海军驱逐舰靠得这么近，最主要是因为它的周围还有很多艘用于护航的驱逐舰。虽然说辽宁号航空母舰与美国海军驱逐舰靠得非常近，但是美国海军看到辽宁号航空母舰周围的那些驱逐舰之后，就不敢贸然行动了。所以说，辽宁号航空母舰才有底气与美国海军驱逐舰靠得如此之近。此外，辽宁号航空母舰此行只是一个正常训练，并不会干扰到美国海军驱逐舰，并且美国海军驱逐舰也不会干扰到辽宁号航空母舰的训练，双方都保持着一定的安全距离，这对于双方来说都非常安全。不过，这虽然说只是一次普通的训练，但是通过这一幕，我们的确能够看到中国海军已经今非昔比了。美军罗斯福号航母第4次进入南海活动，为何这次我国人表示欢迎？敬请关注本期节目。此前有报道称，美军罗斯福号航母在今年4月4号时，与拉塞尔号驱逐舰、邦克山号巡洋舰组成航母打击群进入南海活动，随后又于4月12号上午离开南海，前往菲律宾海岸参与美菲军事演习。现在，根据美国海军研究协会网站4月19号发布的消息称，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已经在关岛基地进行了短暂补给，然后重新回到了南海活动。而这也是罗斯福号航母本月第2次进入南海，同时也是今年第4次进入南海活动了。对此，我们想说，美军还真是把南海当作其后花园了，不顾我国的警告，打着航行自由的幌子在南海进行活动。这一次，面对美军航母的挑衅，我国人似乎心态发生了变化，还对罗斯福号航母第4次的到来表示欢迎，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在我们看来，与其说美军航母来南海秀肌肉是一种军事威慑行为，倒不如说这是一种政治行为更贴切，因为它更多的是在做给美国国内民众以及亚太其他国家看的，向这些人证明美国仍然拥有霸权实力，而霸权地位是中国不能动摇的。但是实际情况却与美军想的不太一样。美国媒体福布斯网站表示，美军在南海秀肌肉的行为暴露了美军的致命缺陷，他们的战机因为续航问题根本无法大规模的在南海进行军事威慑行动，只能依靠航母和其他军舰在南海冲门面，而这些航母军舰又非常容易遭到我军远程导弹、轰炸机以及核潜艇的攻击，所以对我们构成的威慑远远没有美军想的那么大。至于说我国人为什么对美军航母的到来表示欢迎，主要是因为有报道指出，近日我军有一支战机编队正在台海附近空域对美军航母展开模拟攻击。报道称，这支由25架各型战机组成的远征打击群，在经过台海空域期间，对菲律宾海的美军航母进行模拟攻击。我军是想通过这种有针对性的军事行动，让美军知道他们的航母在南海活动其实并不安全。如果一旦真的发生冲突，美军航母被我军击毁，那么他们的战斗力将会大大降低，甚至根本没有还手的余地。所以我国人认为，美军航母主动送上门来当陪练，我们当然表示欢迎。同时，如果美军还有其他过激行为，我军也不介意再进行一次实弹射击演练。